如果在散步时遇到比特犬，你会害怕吗？前阵子台湾连续发生了比特犬咬人事件，搞得大家人心惶惶。被称为是狗界最凶残的比特犬，真的有那么可怕吗？而未来比特犬的禁令又会有什么争议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比特犬吧。本期节目由 Giloo 即时影音赞助播出。Giloo 线上影音平台提供各种电影、纪录片，带你一起用不同角度看世界。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不久之前，屏东有一位3岁男童趁着妈妈不在的时候，偷偷溜到了邻居家，结果遭到了邻居饲养的比特犬攻击，送医后伤重不治，震惊了社会。而事情发生之后，大家吵成一片哦。有些人觉得是妈妈的问题，认为她放任孩子乱跑才会导致这样悲剧，但也有人认为乡下的地方大家都会共用生活空间，攻击性比较强的比特犬本来就不该养在小孩会经过的地方。不过这个部分还需要更多司法调查才能够厘清双方的法律责任，所以今天我们不会着重在事件的本身，而是退一步来看比特犬到底适不适合当宠物，为什么攻击事件那么多，而台湾的禁养政策又会有怎么样的争议呢？我们平常说的比特犬，广义上呢是多种斗牛犬的总称哦，狭义上来讲呢，则是专门指美国比特斗牛梗。那从很久以前开始，比特犬就是为了打斗而生的品种，它们的祖先是古老的英国斗牛犬。大约在200年前呢，人们养这种狗主要是用来进行刺激又血腥的斗牛游戏，让自己的狗跟公牛进行厮杀。不过因为斗牛太过残忍哦，英国政府禁止这样活动，而闲闲没事干的人们呢，又让斗牛犬呢去斗鼠，把它跟一群老鼠放在同一个坑洞里面，看看在限定的时间里面呢，狗狗可以杀死多少老鼠。而为了赢得比赛，有人决定让强壮的斗牛犬呢跟敏捷的梗犬交配，于是速度与力量兼具的新品种比特犬就这样子诞生了。不过这个时期的比特犬呢，并没有给人太凶狠的印象，反而因为忠心耿耿啊、勇敢活泼的性格，受到了许多人的喜爱。他们跟着英国的移民潮一起来到了美国，很多历史名人像是爱迪生啊、海伦凯勒、马克吐温都曾经养过比特犬。甚至在1战还有2战的时候，比特犬还凭借着英勇忠诚的形象，成为美国在战争时期用来鼓舞人心的吉祥物。不过这个好狗狗的形象呢，并没有维持太久哦。到了最近几十年，人们对于比特犬的态度急转直下，从人见人爱变成了人见人怕。1970年左右开始哦，非法的斗牛活动呢，在美国的城市还有乡村又一次的流行了起来。而比特犬因为天生强壮、忠诚度高，成为了赌徒们最喜欢使用的斗犬。而在人们刻意改良之下，这一代的比特犬呢，被培育成一个更快、更壮、更凶狠的品种，也拥有了极具攻击力的体格，不止皮肤厚实、肌肉发达、耐力啊，还有撕咬力都异常惊人。而比特犬开始成为在社区当中令人害怕的存在，也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开始。媒体越来越常报道比特犬咬人事件，也让比特犬被视为是狗界的行走凶器。由于比特犬的咬合力高达了80公斤哦，咬到了呢也绝不会轻易的松口，所以被比特犬攻击的对象呢，往往非死即伤。像在国外，时不时就会发生比特犬咬死幼童啊、老人或是宠物犬的案件，而甚至呢，根据美国之前的统计哦，每天平均会有2起比特犬咬人事件，每14天呢就会有1个人被比特犬攻击身亡。而在台湾，比特犬攻击事件也时有耳闻，像是去年10月的时候，新竹就有1名男子因为戏弄比特犬，被比特犬咬破动脉失血过多身亡。而2年前呢，也有一个刚满1岁的小孩被自家的比特犬猛烈的攻击，导致颅骨粉碎性骨折，紧急送医才捡回一命。而这惊悚的新闻呢，让大家人心惶惶，连兽医师也跳出来呼吁大家不要让小孩跟比特犬独处。而每次发生这些事件呢，大家就会开始争论说，比特犬这么会咬人，到底是谁的错？有人认为比特犬是为了打斗而培育的犬种哦，而它们的 DNA 里面本来就带有攻击性的因子，这是后天也难以改变的事实。在很多的攻击事件当中，比特犬都是突然发狂、六亲不认，撕咬自己的主人或是家庭成员。而这样的情况呢，或许代表比特性的血性还没有被根除，它就像是一颗不定时炸弹，随时都有可能会失控。所以许多人认为比特犬呢，应该要被视为像是狮子、老虎等级的危险动物，根本不能够当成宠物犬饲养。但也有人认为哦，这个问题的关键并不在比特犬，而是在主人身上，因为没有教不会的狗，只有不会教的主人。
有专业训犬师表示呢，比特犬在幼犬时期就需要进行社会化稳定性的训练，让它接触不同的狗狗、不同的人类，这样它长大之后情绪会比较稳定，也比较不会出现攻击行为。只要受过良好的教育，长大之后的比特犬跟其他的宠物犬比起来，就不会有什么差别。甚至在国外许多比特犬也能够担任警犬、搜救犬、疗愈犬这种性格稳定的工作犬。但这样的资讯其实很多饲主并不了解，他们没有花心思去教育比特犬，也不会导致狗狗平常的偏差行为。有许多的饲主都只是把比特犬当成是看门狗，每天让它绑着铁链或是关在铁笼内。这种缺乏养成是长期忽视狗狗身心健康的后果，就让比特犬变得焦躁易怒，反而比它原本还要更有攻击性。而比特犬的攻击性到底是源自于先天还是后天的因素，目前在科学上面还有很大的争议。的确从统计上面来看呢，比特犬跟其他的犬种相比，似乎更容易咬伤人。许多被狗咬死的事件，凶手也都是比特犬。但国外有不少团体指出，跟比特犬相似的犬种太多，被狗咬的人呢，很容易看错，把其他品种的狗误认是比特犬。结果呢，就是比特犬背了一大堆黑锅，也让统计数字失真。他们也强调，现在还没有科学证据可以证实比特犬攻击性天生就比较高，甚至也有研究指出，比特犬天生的个性呢，其实比吉娃娃还有这个腊肠犬都还要温和。不过，虽然有这些不同的说法但各国目前还是比较认为说，饲养比特犬有一定的危险性，而它们破坏力强大的这一点呢，也是毋庸置疑的。这也是为什么许多政府单位依然将比特犬列入呢需要加强管制的犬种。由于比特犬咬人事件频传农委会决定呢，从今年的3月1日开始全面禁养比特犬。未来比特犬以及有混到比特犬基因的大型犬只都不可以买、不可以卖、不可以养、不可以生。如果被查获非法饲养比特犬呢，政府将会直接没收犬只，并对饲主寄出罚款。那如果你原本就有饲养比特犬，该怎么办呢？没有关系你还是可以继续养，但是要强制登记，也不能够再进行买卖跟繁殖。要是你没有登记又被检举了，一样会被视为是非法饲养处理。农委会表示，虽然早在20年前就已经将比特犬列为法定的危险犬种，并且要求比特犬在出入公共场合的时候呢，除了要系上牵绳由成人陪同之外，也要戴上嘴套以防万一。但是很显然的政策效果不彰，比特犬咬人事件还是层出不穷，所以这一次才会提升这个管制的强度，希望能够逐渐的降低比特犬的数量。这是台湾史上第一次针对单一犬种的饲养禁令。不过这项禁令还没有上路呢，就已经引起了不小的骚动。对于禁养令，大家的反应非常的两极。有些人大力支持这样的禁令他们觉得台湾不断发生比特犬咬人事件，除了比特犬本身的危险性之外，也代表很多饲主根本没有饲养危险犬种的能力。因此，只有透过全面的禁养政策，才能够永绝后患避免下一个受害者出现。但是，另外一部分的人认为呢，很多攻击事件都是因为饲主没有系上牵绳、没有戴上嘴套，或是不当饲养所造成的后果，并不是什么犬种的问题。政府应该做的不是老是想要当着这个先进国家，民众山难呢就禁止爬山有狗咬人就禁养狗，而去重罚那些没有好好尽到义务的主人，否则这些不合格的饲主不管养什么狗都很危险。到底该不该禁养比特犬呢？这个争议其实不是台湾才有，所以最后我们要来看一下国外是怎么处理这件事情的。包含像是英国、丹麦、巴西、比利时等数十个国家在内，目前也都有针对比特犬进行严格的管制。像是在波兰、罗马尼亚呢，如果要养比特犬的话，必须要特别提出申请；而在英国、挪威、丹麦等地，则有全面的禁养令，借此减少比特犬的数量。不过在这些国家之中呢，也有一些政府在重新检讨这些政策合不合理。举例来说好了，加拿大多伦多呢，早在10几年前就通过了比特犬的禁养令，让比特犬的数量大幅减少。但这么多年下来多伦多的狗把人咬伤的案例不仅没有改善，反而还创下了历史新高。而这样的情形呢，也让大家开始思考说，问题会不会出在其他地方？禁止民众饲养比特犬，或许不是最好的方法。在进入观点以前呢，我们要先特别感谢志祺七七的所有会员，因为有大家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的运作这个频道，让很多议题有更不一样的讨论空间，真的是非常的谢谢大家。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点击这个加入，或者从资讯的这个连结加入我们的会员。好的，那话说回来依照目前的研究结果，比特犬天性其实并不完全像新闻报道的那么凶残。很多专业的训犬师都表示，只要透过正确的教育方式，给予适当的防护，它的危险是可以大幅降低的。只不过支持
是敬仰的人还是认为，就算是比特犬是无辜而且可教化的，但不负责任的饲主实在是太多了，很多人根本不会花力气去训练管教。那既然如此，那干脆规定所有人都不能养，反而比较安全。而另外一边的人则是认为呢，直接禁养这个做法看似简单哦，但并不够正义。一方面，狗狗本身呢长期被污名化，让大众觉得问题是它，却忽略了饲主的责任；而另外一方面呢，直接禁养所有人饲养，也侵犯到了喜欢比特犬的人的权益。而在这样子的讨论里面呢，我们发现其实双方还是有共识的。这个共识就是饲主的素质很重要。那如果你要养，就应该要负责到底。我们认为这样子的结论其实并不只是适用在比特犬，有很多种狗狗要是缺乏管教呢，它们凶起来也都是很可怕的。所以接下来我们觉得政府或许可以去考虑建立一套考核机制，让每一位想要养狗的人都具备基本的饲养知识还有能力，要通过才能够养。那如果饲主不遵守，也要记住重罚。而这样除了能让社会意识到饲主的责任很重要之外，或许也能透过提高饲养的门槛，挡下那些还没有准备好的饲主。不过这边算是我们团队自己的想法啦，在执行上面可能也有很多的细节需要处理。所以最后呢，还是想来邀请大家一起讨论哦。看完这集，你会支持禁养比特犬吗？支持禁养哦，做这么多太麻烦了，直接禁掉最简单有效啊。比反对，我觉得这个样子是因噎废食，应该还有其他更好的做法。所以我觉得不管要不要禁养比特犬呢，饲主考核制度都可以考虑看看。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放出去，让更多人一起来讨论该不该禁养比特犬。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毛小孩数量激增以及饲养纯种狗的问题。那么今天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明晚再见喽。